大家好，我是娜娜。娜娜是我最近用腾讯云 AI 代码助手开发的一个 AI 对话机器人。你说谁是机器人？事情是这样的，我最近呢收到了一个有趣的邀请，腾讯云让我去参加他们发起的一个 AI 代码助手编程挑战赛。这场比赛呢有点像是命题作文，题目就是用腾讯云的 AI 代码助手开发一个 AI 助手。太娃了这不是？但这题我熟啊，作为一个 AI 区的博主，今年当然没少调教过各式各样的 AI 助手，前段时间甚至还开发过治愈型的 AI 游戏助手。你有没有看见对面的小岛？你眼睛瞎了？这还用问？就你眼前那玩意。对于现在市面上的 AI 助手，我是有几个小想法的。首先，现在的 AI 助手大多都是长这个样的。这样的界面作为工具或许可行，但是作为伴侣就不是很合格了。然后现在大部分的 AI 助手呢都不具备长期记忆能力，不管你跟他聊得有多高兴，下次他还是会忘了你是谁。所以这次呢，我想开发一个不一样的 AI 助手，它不仅要长得可爱，还要记性好。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一步步用腾讯云编程助手开发出这个既懂你又好看的 AI 小姐姐的。开发过程中呢会用到很多技巧，干货满满，代码也已经开源了，大家记得一键3连收藏起来哦，不许白嫖。搭建开发环境，先安装开发神器 VS Code， 打开官网，下载，安装，打开 VS Code， 然后点击这儿，搜索插件腾讯云 AI 代码助手，点击安装。如果在侧边栏出现这个图标，就代表我们的 AI 代码助手已经准备就绪了。好了，同学们下课。等等，先别走，还没讲完呢。开始让 AI 写代码，新建一个文件夹，用 VS Code 打开。接下来开始让 AI 助手来写代码吧。真的，这脑袋空空的感觉是怎么回事？我要从哪里开始？我要怎么提问呢？要不直接让 AI 开干，帮我开发一个既懂你又好看的 AI 小姐姐。果不其然 ，AI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行吧，重来。确定技术架构。即使 AI 很强大，我们也不能像霸道总裁一样，下个简单的命令就指望 AI 给我们开发出来。全部做完，听我的。我们要先跟代码助手一点点的聊下需求。用 Web 开发一个 AI 伴侣要好看，后台要对接第三方的大模型接口，帮我设计这个项目的技术架构。果然 AI 马上给出来了一大串的技术方案。大概的意思就是前端用 React， 后端用 Node.js， 但我对 React 一窍不通啊。没事，继续问就完事儿了。React 是什么呀？然后 AI 就很耐心的给我讲解了一大通，试图让我明白什么是 React。算了，就这样吧。那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让 AI 把我们的讨论结果写到文档 remit 里面去，然后就可以围绕这个文档来指挥 AI 干活了。开发最小可行版本。接下来先开发一个 MVP 来验证技术架构。什么是 MVP 啊？如果这是最终产品，那这就是 MVP。于是我就让 AI 帮我搭一个最基础的对话框，实现一个简单的版本，目的是为了打通前端后端。这个版本的 AI 助手呢，只会回一句 Hello， 不管你说什么都是 Hello。等 AI 生成代码之后，点击这个按钮，把代码复制到文件里面，然后启动前端和后端。打开浏览器，访问这个链接。好家伙，一个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对话框，虽然丑了一点，但这可是一个完整的前后端应用哦。全程没有写一行代码，还是挺了不起的。观众老爷们，给我一个赞，应该不过分吧？让娜娜有一个可爱的样子。现在来给这个朴素的对话框换一个好看的 Life 2D 皮肤。各位经常混迹在虚拟主播直播间的友友们，想必对 Life 2D 模型不陌生吧？我就让 AI 找了一个 Life 2D 模型显示库，叫 PCJS 巴拉巴拉的，感觉这个库好像是有点冷门。没事儿，我把这个库的开发文档都整理好了，直接给到 AI 就行。果然，很快就把娜娜搬到页面上了。接下来让 AI 把这个界面布局成直播间的样子。改一改样式，然后就有了娜娜现在这个活泼可爱的样子啦。注入灵魂。到目前为止，娜娜还只能简单的回复 Hello， 是时候给娜娜注入灵魂了。先把后端的代码改成支持调用大语言模型的接口。这里呢，我用到了一个小技巧，把调用大语言模型的示例代码贴给 AI 助手，他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改完代码之后，试着跟娜娜聊一下天。你好啊。不想闻累。这下不光能对话，而且对话的语气也活泼了不少。我现在可不只会说 hello 喽。
发出声音。接下来就让娜娜开口说话吧。一开始我选择了 Fish Audio 这个语音库，但当我仔细看了 Fish Audio 这个 API 才发现翻车了。原来 Fish Audio 只支持 Python， 而我们的后端呢是用 Node.js 开发的，也就意味着服务端的代码要推倒重来。好在把一种开发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对 AI 代码助手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很快的，娜娜便有了自己的声音，还能切换不同的声线哦。1、2、3，大家喜欢哪一个呢？大家记得一键3连哦！大家记得一键3连哦！大家记得一键3连哦！记住我。众所周知，大模型的对话上下文是有限制的，超过这个限制，它就会把前面的对话给忘掉。那要怎么让 AI 记住更多的对话内容呢？ AI 助手就给出了一个不错的建议，用向量数据库来储存对话。向量数据库可以把对话内容转成一堆数字，方便 AI 理解和检索。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叫做 ChromaDB 的向量数据库，让 AI 助手写段代码测试一下。效果还挺不错的。OK， 那就让我们来试一下娜娜的记忆力。我养了几只猫呀？主人养了6只喵咪呀。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主人喜欢吃辣和香菜呢。确定吗？那主人喜欢辣和香菜呀。一个字，绝。表情很重要。到了这儿呢，娜娜就差不多开发完了，应该没有多少人能看到这里吧？什么？屏幕前有人说娜娜的表情很僵硬？好吧，那最后给娜娜加入表情系统，让 AI 给前面几步封装的 Live2D 加入表情控制的接口，然后再让前端代码根据 AI 的指令播放对应的表情就可以了。这样是不是有意思多了？这是眯眯眼，这是死鱼眼，这是黑脸。写文档。OK， 代码完成，现在到了程序员最讨厌的环节，写文档了。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让腾讯云 AI 代码助手帮我们写文档就好了。分析整个项目，帮我写一个 README， 要求就是把项目的技术框架、安装方法、运行方法全都写上去。OK， 搞定，一个漂亮的文档 Markdown 格式的文档就完成了。OK， 这一次的开发之旅到这儿就差不多结束了。我对 Live2D 和前端技术都不太熟悉，但这并不影响我利用 AI 助手开发出娜娜。所以在 AI 时代，千万不要被我不懂限制了想象力。如果你也想开发自己的 AI 小伙伴，欢迎来参加腾讯云 AI 代码助手编程挑战赛。如果有什么其他想法或者遇到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都会一一认真回答的。那我们就下期再见。